朋友们你好，我是李嘉诚。活到90多岁，我看过太多荒谬却血淋淋的真事。就在台北信义区，有一位身价数亿的企业家，住在100坪的顶级豪宅里，夜里却只能躲在厨房角落泡着过期的泡面，一边吃一边无声地掉眼泪。为什么？因为他手机对话框里亲生儿女早就把他封锁了，就连他心脏病发作需要看病挂号的几百块钱，儿女都不愿意帮忙出。很多人以为人老了最悲惨的结局是穷困潦倒，但我这个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老头子要告诉你一个颠覆世俗认知的残酷真相：人老了最可怕的根本不是没钱，而是你手里明明握着大把的黄金与资源，却因为一时的糊涂、心软与传统观念的绑架，亲手把这些救命的底牌喂给了身边最亲近的吸血鬼，最后落得连自己进医院请个专业看护的尊严都保不住。很多40、50岁、60、70岁的台湾朋友，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攒了一辈子养老金，骨子里总有一种执念，觉得为人父母就该春蚕到死丝方尽，要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儿女，甚至不惜掏空老本帮孩子买房还贷。结果呢，你越是掏心掏肺，晚年摔得越是粉身碎骨。接下来我要讲的话可能非常刺耳，甚至会打破你对亲情的最后一丝美好幻想，但每一句都是我几十年商海沉浮总结出来，能保住你晚年尊严的保命符。如果你不想在白发苍苍、步履蹒跚时还要仰人鼻息，请务必静下心来，把这番话听到最后。在商业世界里，我们做大生意最讲究风险隔离。一家母公司绝对不会为了救一家持续亏损的子公司而把自己的核心现金流全部砸进去，那叫同归于尽。在晚年生活中，你更需要对亲情进行彻底的资产隔离。很多老人家有一种极度危险且天真的错觉，认为把钱早早交给儿女，帮他们解决了眼前的所有困难，就能换来他们未来的感恩戴德，换来晚年的安稳与孝顺。这在现代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上是早就被无数悲剧彻底证伪的致命谬误。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深究这个问题。人类大脑的奖赏机制其实是非常脆弱且容易被惯坏的。心理学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叫做习得性无助，而在毫无底线的家庭关系中，过度溺爱与无条件的经济资源则会让子女产生一种更加可怕的心理状态，叫做习得性索取。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当你一次又一次无条件地满足成年子女的任何财务需求时，你实际上是在物理层面上破坏他们大脑前额叶皮质处理延迟满足和承担责任的能力。他们习惯了不劳而获，习惯了只要伸手就有钞票进账。一旦这台提款机的余额不足，或者你某一次选择了拒绝，他们的大脑就会产生极度的焦虑、烦躁与愤怒，最终将这份愤怒发泄在年迈的你身上。我认识台中一位做传统机械制造业起家的林老板，打拼下了极其厚实的家底，50多岁退下来时，手里握着几千万的现金和几处收租的黄金店面。林老板只有一个独生子，从小捧在手心里。儿子大学毕业说要自己创业，林老板二话不说，直接拿了2000万现金给他。不到3年时间，公司倒闭，2000万烧得一干二净。儿子不仅没有半点愧疚，反而吵着要在台中七期从化区买最顶级的豪宅，说没有好车好房交不到条件好的对象。林老板心里一软，卖掉了一处收益极好的店面，帮儿子全额付清了豪宅的款项。结果儿子结了婚，2口子天天住在豪宅里不上班，连每个月的大楼管理费和水电费都要林老板按月转账。有一年冬天，林老板在半夜突发急性心肌梗塞，送到医院加护病房后，医生表示病情非常危险，需要立刻自费安装涂药心脏支架。这时候，那个平时花着父亲几千万元都不眨一下的儿子，竟然站在医院冰冷的走廊上，跟主治医生讨价还价，问能不能用最便宜的健保医材，理由竟然是自己刚贷款换了一辆保时捷休旅车，手头实在没有现金可以周转，躺在病床上戴着氧气罩的林老板听得一清二楚。
他的眼泪顺着苍老的眼角，绝望地流进了洁白的枕头里。他终于明白，自己用尽一生心血养出来的，根本不是可以依靠的骨肉，而是一个吸干他最后一滴血的无底洞。这就是极度残酷的人性现实。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身体的各项机能随时都有停摆的风险。你手里握着的现金，就是你这台老机器最顶级的维修费。人老了，脸皮一定要厚，心肠一定要硬。你的晚年最大的底气，不是儿女拍着胸脯许下的空头支票，而是你手里那张余额充足的银行卡和你平平静静的生活。如果儿女以各种名义来找你借钱，你都要像审核商业贷款一样，保持绝对的理智与冷酷。宁可事前做个冷漠的小人，也不要在事后做个流泪的好人。及时止损，学会干脆利落的拒绝，是你保卫晚年生活安全感的最后一道防线，保住了钱包的底线。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精神与情绪的保卫战。很多刚退下来的朋友，总怕自己离开了工作岗位就会被社会彻底边缘化，于是热衷于参加各种老同学聚会、老乡联谊。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中，有一个著名的情绪传染定律。研究表明，中老年人的神经系统对外界负面刺激的抵抗力会逐年下降。如果你长期处于充满攀比、八卦和负能量的社交环境中，你体内的压力荷尔蒙会长时间处于高水位。这不仅会导致严重的失眠和无名的焦虑，还会直接破坏你的自律神经系统，让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成倍增加。步入晚年，你这辈子最贵的东西早就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了，而是你的时间和你的清静。晚年最好的活法就是做减法。有3顿饭，看似是人情往来，实则是消耗你晚年福气的毒药。第一顿绝对不能去的饭叫做攀比炫耀局。这顿饭打着老同学、老乡聚会的名义，美其名曰叙旧。可是当你真正推开包厢那扇门，你会发现这分明就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攀比大会。坐在这张桌子上的人，关心的根本不是你这些年过得好不好，而是如何通过打压别人来彰显自己晚年的成功。别人住豪宅开豪车，跟你有1分钱的关系吗？没有。但是他们那些炫耀的话语，却像毒刺一样深深地扎进你的心里，激起你的焦虑和嫉妒心。你不需要去做别人炫耀的观众。第2顿绝对不能去的饭是道德绑架求办事局。这顿饭表面上看起来充满了热情和敬意，但你只要坐进去，那就是个吸血局。免费的午餐往往标着最昂贵的价格，这世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殷勤。当你去吃这种饭的时候，别人一旦开口借钱，一旦开口让你去给他们的贷款做担保，你答应了，就是把自己推进了火坑。最绝情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源头上掐断，一开始就不要去吃这顿饭。第3顿绝对不能去的饭是充满戾气与闲言碎语的消耗局。有些中老年人退休后特别喜欢扎堆凑在一起吃饭喝茶，凑在一起比惨，比谁的病多，比谁的药贵。长时间泡在充满戾气的圈子里，那些负面的语言就像慢性毒药一样，一点一滴地渗透进你的潜意识，严重拖垮你的身体免疫力。远离这些负能量爆棚的人，多去和那些喜欢种花、养鸟、写字的人交朋友，让自己的心始终充满阳光。避开了社交的陷阱，我们必须直面一个最核心、最无可逃避的战场，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生意场上最核心的逻辑叫做风险管理，而生命最核心的逻辑也是风险管理。年纪大了，身体的各项机能就像是一部开了几十年的旧机器。如果你还像年轻时那样无节制的摄入，那就是在给这部机器超载，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崩盘。我给各位的第一个健康忠告，就是要绝对警惕那些披着糖衣的甜蜜陷阱。现代医学研究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糖化终产物是加速人体衰老的核心元凶。年纪大了，我们的身体处理糖的能力大大下降，糖分摄入过多，不仅会导致肥胖，更可怕的是它会引起血管内皮的全身性炎症。
如果我们的血管是一根水管，糖分就像是铁锈和杂质，它会让血管壁变脆、变窄。很多老年人中风、心梗，甚至失智症，源头都在这长年累月的糖分堆积上。舌尖那1分钟的快感，绝对不值得用晚年10年的病榻生活来交换。第二个必须戒断的是重口味里的慢性杀手。高钠饮食、高血压这种病，被医学界称为沉默的杀手。血管弹性本来就在减弱，如果你还是重口味，摄入大量的钠，那就是在给这根老旧的橡皮筋持续加压。等到它承受不住的那一天，血管一旦破裂或者是堵塞，那就是摧毁整个家庭的灾难。一个人的格局要大，但口味要淡，能品出白水真味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生活、懂得克制的人。第三个，绝对别碰的禁忌，比糖和盐更隐蔽，也更具有杀伤力，那就是工厂里的化学加工，也就是那些超加工食品和反式脂肪。这些工业合成的化学调味剂、防腐剂，正在你的血管和器官里悄悄筑墙，每天给肝脏和肾脏喂这些难搞的化学物质，就是在逼他们早点罢工。多吃长在土里的地瓜，树上摘下的苹果，水里游的鲜鱼，吃食物本来的样子，这才是成本最低、回报率最高的健康投资。当你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和充足的养老金，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如果你在思想上停滞不前，你依然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孤独和被边缘化的痛苦。这就引出了我们晚年最核心的一道护城河——认知的护城河。很多长辈在老了之后，会把所有的控制欲都转移到子女身上，喜欢用自己的老观念去干涉子女的生活，这是一种极其愚蠢且危险的做法。时代已经变了，社会运转的齿轮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狂奔。你越是用辈分去压制子女，子女就越会远离你，最终你就会被孤立，成为一个无人理睬的孤独老人。真正的智者是怎么做的？学会放下你的身段和控制欲，在晚年要做子女的顾问，绝对不做子女的老板，把关注点从子女身上转移到你自己身上，去拥抱这个时代的变化，永远对这个世界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去学着怎么用智能型手机搜索信息，去培养一个你年轻时想做却没时间做的爱好。当你可以和你的孩子理性地分析行业周期和经济趋势，当你的孩子在工作中遇到人际关系的困境时，你能像一个睿智的导师一样，帮他们剖析人性的弱点，并给出战略性的建议。这时候，你不再是一个只会唠叨的老人，而是一个拥有高维度认知的家族智库。这种被需要、被尊重的尊严，是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除了认知的提升，精神的寄托同样至关重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爱好，去阳台上养几盆花，去买几支毛笔练练字。当你有了一个哪怕很微小的爱好时，你的生活就有了支点，你的精神就有了避风港。同时筛选你的朋友圈，交友的圈子绝对不在于大，而在于精。闲暇的时候，大家约着去公园里散散步，或者找个安静的地方喝喝茶，有1、2个知己陪着变老，这是晚年莫大的福气。道理都懂，但很多朋友手里有闲钱，看着孩子受苦，总是不忍心。为了彻底打醒这部分还心存幻想的朋友，我们来看看2位台湾阿嬷的真实遭遇。第一位是住在彰化的吴阿嬷。吴阿嬷家里条件很好，和老伴攒下了1500万台币的现金存款，还有房产和收租店面。但从他们宣布歇业养老的那一刻起，大儿子借了150万换进口车，小儿子拿了200万给孩子交私立学校赞助费，女儿也硬生生拿走200万换大房子。为了一碗水端平，吴阿嬷在3个孩子之间来回找补，几年折腾下来，那1500万存款所剩无几。就在此时，老伴突然脑溢血送进医院，成了半身不遂。高昂的长期照护费用瞬间压垮了吴阿嬷。那3个拿钱时跑得比谁都快的孩子，此时个个喊穷。无奈之下，吴阿嬷只好贱卖了房产。
老伴在清醒时流着泪说：“我们养了3个白眼狼，钱你得留给自己，不要再给我花了。”对比之下，另一位刘阿嬷是高雄一家纺织厂的退休女工，手里只有120万台币的存款，但刘阿嬷活得比吴阿嬷体面得多。她年轻时靠着微薄薪水和周末摆地摊，把4个孩子拉拔长大，把勤劳与感恩刻进了孩子的骨子里。老伴罹患胃癌末期时，孩子们轮流在医院伺候，出钱出力。老伴临终前说：“咱们养了几个好孩子，他们就是你的依靠。”现在刘阿嬷手里虽然只有那120万，但她一点也不害怕。孩子们争着接她去住，周末轮流陪她。这背后的科学依据是边界感的建立与责任的归属。吴阿嬷用金钱剥夺了孩子面对生活压力的权利，培养出了巨婴。刘阿嬷虽然穷，但给了孩子最宝贵的无形资产——独立生存的能力与对家庭的责任感。很多老一辈观念里觉得生儿子是顶门立户，但现实往往给了沉重的一击。台南有一位吴老先生感慨，生儿子的家庭到了晚年，不仅要面临掏空积蓄买房的压力，还要面对4个残酷现实：婆媳关系难解，帮忙带孙子吃力不讨好，经济被无底线索取，父母在儿子家里失去发言权。吴老先生拿出所有积蓄借钱帮儿子买房，老伴去伺候儿媳妇和孙子，累出病来想请个钟点佣人，儿媳妇却大发雷霆说房贷压力大。一个从小被予取予求的孩子，长大后怎么可能懂得感恩？听完这些真实的故事，你的存款到底该放在哪里？必须精准的布局在3个战略要地。第一个地方是放在你自己的账户里，确保任何时候你都有应急的钱、治病的钱。医学研究指出，老年人一旦失去经济控制权，大脑皮层会持续发出警讯，引发深度的忧郁与恐慌。握住现金就是握住你心理健康的基石。第二个地方是放在一份具有绝对法律效力的公证遗嘱里，找专业律师把财产分配写得清清楚楚，确保100年之后儿女不会因为钱财反目成仇。把规矩立在前面，是对整个家族负责任的最高表现。第3个地方也是最重要的，是放在儿女的脑子里与心里，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把独立、勤奋、感恩这些观念刻进他们的价值观。这项无形资产的传承，比留给他们多少精华地段的房产都重要10000倍。这是一场漫长的人生修行。人生的上半场，我们为了生存奔波；下半场，我们必须学会优雅地为自己而活。这在心理学上称为心理断奶。父母需要切断对子女的过度依赖与干涉，不要把所有的心血都拴在儿孙身上，把放在儿女身上的注意力收回来，关心自己3餐吃什么，关心自己心情好不好。当你不再用自己的付出绑架他们的感恩时，2代人之间的矛盾自然就烟消云散了。我这个老头子看尽了世间的繁华与苍凉，最美味的饭从来不是5星级饭店里的虚伪应酬，而是老伴在厨房为你熬的那碗温热白粥。最幸福的晚年，不是名下有几家上市公司，而是心里没有挂碍，身体没有病痛，照顾好自己，不给社会添乱，不成为子女前行的枷锁。这就是我们能给予这个世界最深层的利他思维